欢迎回到减肥诊疗室，这已经是这个系列的第3集了。那我发现有很多投稿的人，几乎都有一段时间会用代餐减肥药、减肥茶、168或者是少吃淀粉等等的方式来减肥。那短时间都可以瘦几公斤，可是很容易就会复胖回去。这一次的投稿者，他减肥的副作用比较严重，就是会有掉头发、压力大、睡不好、水肿、停经、经期混乱等等的问题。前2集我已经教过你2个关键的观念，就是减肥不是少吃就好，而是要先吃对，让身体可以有效的燃脂，才不会卡关瘦不下去。以及第2个观念就是，如果你想要瘦的紧实有线条，你就需要在减肥的时候保留住肌肉量。这2个观念是我后面讲的减肥系统的基础。如果你想要完整的了解我实际讲的内容，让你可以学会一套吃得饱又可以瘦出身材线条的减肥系统的话，那你可以点击下面影片描述栏的连结去观看完整的内容。那今天这一集我们就不只讲观念了，我们会进入实作方法，教你一个不用代餐、不极端断食也可以变瘦还不会复胖的饮食方法。那接下来几集我会借由减肥诊疗室的投稿案例，带你学会一整套吃得饱还能瘦得下去的减肥系统，从饮食到运动全都帮你系统化，让你可以不用一直学那一些零星片段的那种减肥观念。对了，如果你现在减肥，不管是在饮食训练上面，或者是遇到有不懂的地方，让你会一直不断的复胖，身材松垮垮的，或者是让你有掉发、经期混乱、睡不好等等的问题的话，那我很希望你可以投稿到减肥诊疗室。你只要把你的饮食、运动记录，还有你卡关最痛苦的地方如实写给我，那我就会写一封有实际解决步骤的电子邮件，是专门帮你找出错在哪里，以及用什么方法才可以更有效的瘦下去，瘦出身材线条，而且不会复胖。那我也会像今天这样拍成一部影片，因为你的案例也可能会让其他人少走冤枉路。那投稿连结我一样是放在资讯栏里面，记得你写的越详细，那我给你的解决步骤也会让你觉得说，越有方向，而且你也越知道要怎么做。那我要再强调一次，就是减肥如果用胶囊啊，或者是减肥药代餐之类的，真的不是一个好方法。我想你自己心里应该也会很清楚，就是虽然短时间内体重会掉，可是很容易会复胖，而且你瘦下去，身材也会不好看，线条会松垮垮的，而且很容易会有一些副作用，例如说就是会睡不好啊，或者是精神变差之类的。那今天这一集我要教你的是一套吃得饱，而且也可以瘦出身材线条的减肥系统，不只会让你线条会变好看，而且你的屁股也会变翘，大腿也会变紧实，还能保持健康的身体，不用再遇到那种挨饿、吃不饱，甚至半夜饿醒，或者是有掉头发、停经等等的问题。那很多人都会知道减肥一定要保持热量赤字，的确，如果你只是想要让体重下降，不在乎身材好不好看，那当然你只要控制好热量赤字就好，也就是说做好少吃，控制住嘴巴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但如果你想要瘦得漂亮，瘦得紧实，让你的身材比例好看的话，那你一定要去抓对3大营养素的比例，因为热量就是你的预算，那3大营养素就是你要怎么去花这一笔钱。蛋白质可以用来保留住肌肉量，碳水可以帮助你的精神还有你的睡眠，脂肪会让荷尔蒙更稳定，少了哪一块，其实效果都会大打折扣。接下来我会带你一步一步的算出自己的热量，然后教你怎么去分配给3大营养素，让你可以吃得饱、瘦得快，而且还可以瘦出身材线条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实作环节。那刚刚有说要瘦得好看、瘦出身材线条的话，热量3大营养素会非常重要。那我们要怎么找出我们需要吃多少热量才能瘦呢？这个其实很简单，直接上网站，也就是 TDE 计算器，它就会给你算出来。这个你不用花太多心思去一直去烦恼到底要吃多少，你就在 Google 这边输入 TDE 计算之后，这个健康小帮手这个网页还不错，你就输入假设40岁，身高156，然后体重就输入大概50公斤，这样子。那它的
基础代谢率的结果就出来。可是这是基础代谢，你要找的是 TDEE， 所以你要从这边去看，你要去看你的平日的运动活动的程度。那这一些活动程度正常，指的是说你有持续在运动。这一个活动程度较高，是指说你是比较动态的，例如说一周练5到6天，然后还会去额外做有氧。这个是指说你是动态的工作，你就是要一直走路、一直站着之类的。好，那你可以看到这边，我想减重，这里基本上都是直接帮你减300大卡。男生的话可以一次减500大卡，但是女生的话建议就是减300大卡开始，然后你就依照你的活动程度，就可以得知说你的 TDE 热量是要吃多少，这样子你就知道说你减脂要吃到多少热量。为什么不能减太多？因为女生如果一下子减太多热量，就会发生头稿者的情况，肌肉开始会先掉，然后代谢会变慢，然后精神会变差，睡不好，甚至开始会有掉发、水肿、停经等等的问题。更惨的是，你吃太少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绝对撑不了多久，你会一直处在那种挨饿想要吃东西、挨饿想要吃东西的那种状态，最后受不了，开始暴饮暴食，体重又上升又复胖，你又会有那种罪恶感，所以这个方法真的是不建议。而且我看过很多女生就是因为吃太少，结果一不小心吃了1200大卡以内。如果你没有计算热量的话，那种感觉大概就是你会一直很想要吃小零食，而且还会觉得说，自己明明就吃很少，只有吃一点小零食，为什么体重下降，身材还瘦得不好看？那我必须说，我观察到的现象，很多人其实会懒得记热量，但这个会出很大的问题。等一下我会跟你说为什么记录热量很重要，然后我也会跟你说，如果你不算热量，会发生哪些事情。就你一定要避开很多人踩过的这个坑啊。再来，我们要分配3大营养素，热量算出来之后，分配3大营养素其实就简单很多。蛋白质就是 1.6 到2倍克乘以体重，体重的单位是公斤，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让你保留住肌肉，让线条会更明显。再来，脂肪就是 0.6 到1倍体重，这样子就可以稳定你的荷尔蒙，维持皮肤跟头发的健康。好，最后一个是碳水化合物，剩下的热量全部都要给碳水，至少会占40到45%的总热量。你没有听错，这样子减肥，其实你不仅会吃得很开心，而且也不会发生那种睡不着、压力很大，甚至训练没力、掉发、停经、肤质变差等等的问题。你在减肥的时候，碳水就是一定要吃这么多。有些女生在减肥时会怕那种碳水嘛，就是会怕胖，所以一下子吃的很少，但那个通常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以体重60公斤，然后要吃1680大卡的热量为范例来计算好了。蛋白质就是60乘以 1.8 嘛，等于108克。也就是说，你一整天要吃到108克的蛋白质，那这样总热量占就是432大卡。再来脂肪60乘以 0.8 就变成48，48要乘以9是432大卡。这样子相加之后，用1680减掉刚刚相加的数字，会变成816大卡除以4，也就是说你一整天要吃到204公克的碳水化合物，这样子才会是够的。那你只要把刚刚得出来的那些数字带入进去就好了。接下来我要教你一个小撇步，这个小撇步可以有效的让你抽出身材线条，而且不会挨饿，也就是分餐。你一天不是会吃3餐吗？那其实你可以平均分配成4餐或5餐，就是你下午可以吃一点下午茶，或者是睡前可以吃宵夜。你不用怕说睡前吃宵夜会变胖，你只要一整天的总热量有控制在那个数字，那基本上你就不会变胖。好，我们就举个生活上的例子好了。假如你现在吃1000大卡会变瘦，可是你一天只有吃800大卡，那你想用逻辑去想，如果你睡前吃了一点点的宵夜，你一整天只吃800大卡，那你吃1000大卡就会变瘦了。你如果吃这800大卡，
你有可能会变胖吗？不可能嘛。所以你只要一整天控制好你的总热量，那你就算睡前吃宵夜也不会变胖，而且睡前吃一点东西，不是很撑的那一种，就是吃一点点东西，可以帮助你有效的保留住肌肉量，让你不会瘦下去的时候身材变得松垮垮了。那为什么一定要记录热量呢？因为你不记，你根本就不会知道你到底吃的太多还是吃的太少啊。很多人觉得说，我今天吃的很少，但实际上你可能早就超过了你减肥的热量。我举例来说好了，假设你今天吃1600大卡，但你不小心吃到2000，差400大卡，看起来好像很多，对吧？其实这可能只是一杯手摇或者是几片小饼干的区别而已，就是你下午吃的那一些热量很高的那种零食，或者是可能一个塔、柠檬塔什么的，就超过400大卡了。反过来说，有些人不计热量，又很严格的控制自己少吃，很可能一整天吃下来连1000大卡都不到。一般女生基本上1200是基础代谢，如果你吃低于1200，身体就会变得很不健康，这个是不建议的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瘦出身材线条，记录热量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其实刚刚已经有稍微提到，就是女生一定要吃碳水，因为很多女生觉得碳水是敌人，很怕胖，所以就直接砍了一堆碳水。但是这个其实是你的好朋友，它是帮助你维持身材还有健康的关键。你有没有那种经验，就是碳水吃太少，你会觉得很累、很无力，甚至会有那种好几个月月经来的时间都很不固定？那你也开始会觉得运动很累、很没力，做不了，因为碳水它就是你的能量来源，而且它可以帮助你在训练可以表现得更好，这样你更不容易掉肌肉，然后你的睡眠也会变得比较好，你比较会睡得着，而且半夜比较不会有那种睡醒的问题。所以要记得，碳水不是你的敌人，它是帮你练出紧实苗条身材的关键要素。如果你也像很多投稿者一样，靠代餐瘦一点又反弹，然后月经乱啊，睡不好，你可以投稿到减肥诊疗室，把你的作息啊、三餐、运动的东西写得详细一点，然后卡关为什么，然后写清楚，让你痛苦的地方写清楚，我就会给你一个解决你问题，让你可以有效瘦出紧实苗条身材，而且又吃得饱的减肥蓝图给你，用电子邮件寄给你。记得，你不是不够努力，而是该换一个更聪明的方法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。